9代呢第一次在台湾上市是在2012年。2012年有哪些东西呢？我们来带大家回顾一下。2012年有那只红遍全网的1亿恐龙，还有男子高校生的日常啊，这个太冷门了，我们换另外一个。江南 Style 总该听过了吧？从2012年到现在已经11年了，各位，从当年宿舍蹲大学生到现在。而在今年年初，睽违多年后，台湾本田终于引进了9代正宗总代理进口的改款版本。大家对这台车呢，应该有很多想法，别急，我们先来玩玩这台最新的 Honda Civic 11代油电版本。要聊到这个 Civic 呢，当然要从它的历史开始说起。第一代喜美呢，从1972年开始贩售，从小型掀背车为核心发展多元的车型，到后期演变成中型车，开始在世界各地持续生产。现在呢，即使它停卖多年，你还是能在路上很常看到 Civic。讲到这，可能就有人觉得，哇靠，这货的价格 Civic 都不 Civic 了。确实，这代的价格上呢，直接看是真的蛮贵的。看看上一代88万9，差不多 HRV 上一代的价格。9代呢，已经很常被算是准百万十美了。这一台呢，直接变成1.39倍百万十美，价格呢真的是超出不少，接近一半。但11代它不值得买吗？我们扣掉海外售价不说，毕竟你能在国外买，在别的地方看，基本上你就是可以出国买的很开心的海外观众。我当然也想138万台币买 Type R， 但是会看这支影片的朋友呢，大多数还是来自于台湾。这个中间差价的问题呢，我觉得大家要知道，到底是谁收走了？我真的很想用便宜很多的价格来买，也不是只有本田而已，全台湾的车子都是，光是用响就会很开心。你看看 Artis 会变成多少钱啊？多香！那之前又会变成多少钱？但是呢，这个背后的问题太复杂了，银行和二手车商怎么办呢？这个呢不是说拔就拔，需要专业人士来做决策的。那我在财经方面呢也不是特别专业，所以我就不讲细节了。如果各位对于财经这方面的讯息想要知道的话呢，我推荐你们一定要去看我妈记巴尼尼，一个你一定要追踪的股市奇才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我扯远了。1964年呢，Honda 开始踏进 F1 赛事，从原本的2轮事业转变成4轮汽车厂，需要款中间车系来支撑这个品牌。因此，1972年呢诞生了第一代 Civic 呢，就成为扛下这个任务的战略车款。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，1974年搭载了当时全新研发一款标榜低废气污染与高燃油经济性的 CVCC 复合涡流混合燃烧引擎，并且也可以说是日本国产第一款呢前置前驱车款，奠定了它至今仍不可撼动的地位。从此，这个制霸世界的 Civic 在全球车坛中呢红翻了。1977年呢，三洋工业负责生产，南洋实业呢则负责代理销售。喜美这个名字呢，就是这个时候诞生的产物，非常贴合当时的风气，又耳熟能详。大家常听到的 K6、K8 也是90年代相当经典的存在，他们就是当年的5代、6代 Civic。K6、K8 呢是他们的现地生产编号，但是在台湾呢，长辈们还是习惯用 K 来代表 Civic， 所以你常常听到什么 K12、K14 来代表8代、9代，只要讲出来，大家仍然知道你在讲哪一台。直到2022年呢，台湾本田正式在台湾成立，8代 Civic 呢是台湾本田正式在台湾经营后的第3台车。由于年代久远，我还是上网查了一下，那时候的国产的售价呢是64万9到79万9不等，在台湾呢可以说是卖翻了。2005那个不是休旅车制霸的年代，中型房车呢是台湾新车销售的主力。虽说每家都有各自的优缺点，但8代呢在国产的竞争者中呢是个能兼具省油、空间、操控的对手。当年呢造成了 Artis、Focus、马3、Lancer 等国产车不小的竞争压力。直到现在呢 ，Civic 8代呢依然是很多人改装完车甚至代步车款，将来呢势必成为一代经典车款。今天呢，终于可以好好来聊一下这台 Civic 带给我的驾驶感受。毕竟呢，我给自己快放了1年的假，现在才更新。顺便来改一下这个频道的风格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，觉得还不错的话，可以点击超级感谢或者加入会员，每个月1杯手摇饮呢，就能小小支持一下。7月的时候呢，就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感想。今天呢，可以好好来聊一下了。首先，只要你看到这台 Civic 有点，先别急着凑，相信我，开起来真的很上瘾。全车12G BOSE 音响，跟马自达经典的 BOSE 旗舰车型同个品牌。至于谁比较优呢？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再说。
很多人可能觉得本田是不是才刚做油电车？没有，人家至少在油电这块领域呢耕耘了20多年。从台湾少见的 Insight 呢，到现在的 Civic 11，还有像是之前上市的国产4代 Fit， 都能看到本田做油电踪迹。大家常说电池很贵的疑虑呢，在这台车上你也不用担心。台湾本田呢，原厂提供的是10年20万公里，换算成以前呢，就是从9代 Civic 保固到11代出现的时间。很多人呢，应该都早已换车，就算10年后你要修电池呢，那也是10年后的事。我觉得以9代车主来说呢，这一台呢，我要适应的是它的排档感。那这一点跟福特的 Focus 有什么差别 ？Focus 呢是旋钮的，它是按钮的，两者最大的差异是它的反应快上很多。就有人问我 ，Focus 如果变成警车，我该如何逃避那台警车？我就开玩笑跟他说，你就让那台车疯狂的回转就好了 ，R 档 D 档 R 档 B 档一直切换，你就赢了。然后我们以前方视野来说呢，我觉得比9代的视野好上很多。不是说9代不好，是因为台湾本田现在呢比较讲究前方的视野，像是6代的 CR-V 啊，新一代的 HR-V 还有 Fit。当然国外还有很多款式，那我们以现在台湾的款式来讲，他们全部前方的视野都是升级的。虽然是搭载 eCVT， 但11代呢还是保留了隐藏起来的热血灵魂，像是还是给你配了换挡拨片，提供多种模式给你驾驶选择。运动模式的方向盘回馈呢，真的很过瘾，非常推荐大家去展间直接体验看看。双小齿轮的 EPS 电子方向机呢，带来更高精密的控制技术，给你让人难以忘怀的细致程度。如果你觉得运动模式下的方向盘回馈呢太凶狠、太战斗，你也可以随时切回好人模式。而11代呢，就是难得的进口版本，不同于你现在看到的国产车，可能拿的是 TNCAP， 上一代 CR-V 呢只有拿3星，11代呢在 JNCAP、Euro-NCAP 都拿下5星满分的好评。Honda Sensing 呢更是来到更大幅度的升级，可以侦测3车道的超广角，影像处理晶片呢也再次升级，让车辆拥有更强的处理效能，夜间行人辨识，甚至对向左转车碰撞预防。而且你在台湾这个机车大国，很多家没有支援到的2轮侦测，这代 Civic 上的 Honda Sensing 都做了大幅度的升级改变。虽然讲了那么多辅助安全功能，现在大多的车呢也都有，不过还是在这边跟大家宣导一下，这些呢终究还是只是科技辅助。以目前的人类技术呢，人还是驾驶主体，所以呢还是请好好开车。再来呢，我们就来聊一下这台车的动力感受。本田一向很在意加速感受，你知道吗？速度可以不用快，但这个声浪呢还是可以有的。模拟声浪呢，在车内加速起来的声音呢，真的就是好听。而且也因为它是模拟声浪，你完全不用担心自己被检举或者吵到其他用路人。重点是，这车呢开起来就是顺，有一种特有的 AT 换挡感，是我觉得本田的 eCVT 设置的一大特色。它特别强化了那种热血的换挡感受，即使你手上摇的排档杆呢，延伸的变速箱，以及必须迎合节能潮流加入了 CVT 行列，本田在这点呢，真的是给它。综合来说 ，Civic 11呢是一台我觉得开过会有不一样想法的车，多了点成熟的韵味，有着原装进口的 Civic。如果你曾经是 Civic 车主，或许你也会很喜欢这台车开起来的基调。全世界原厂本田的外观都是一样的，但唯有 Civic 车主，你可以让它看起来更不一样，可以改个排气管就好，或是再改个尾翼就好。或者你也可以直接上国外好玩或者好看的套件，当然你也可以什么都不改，你就是做你自己。但 Civic 对我来说呢，就是一台让你做自己的车，一台无论你在大学工作、当老板、当医生、养老都适合开的车。那种总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开它，但总有一天你会想起它。如果还有机会再遇到它，你还是会再买一次的那种。虽然这个开起来似曾相似，外加售价也跟着通膨了。看看国外的售价加一加税金，确实现在的售价，我觉得以本田来说是合理的。剩下的就只是看你有没有这么喜欢这一台车。我觉得没有标准的答案。如果你问我会不会买，我会回答我没钱。好歹我休息了9个多月，至少让我回血一下吧，大哥。这是我休息9个月后更新的第一支影片。不过呢，我可以给个肯定的答案，如果我购车预算的话，我会买。